第40章，震撼。寂静，全场寂静。所有的目光在略微愣了愣后，都是呆滞地凝固在了那闪耀着金光的黑石碑之上。贵宾席中不断有着茶杯掉地的清脆响声，那些来自乌坦城各方势力的代表，此刻皆是目瞪口呆，满脸的不可置信。他们此次来的目的，只是想确认下萧炎是否真的如同传闻所说，1年内连跳了4段斗之气。然而现在场中所表现而出的情况，不仅让他们确认下了传闻的真实性，而且还大大的超乎了他们的意料。1年4段斗之气，现在似乎应变成1年5段斗之气了。这种修炼速度，众人心中唯有2字可形容：恐怖。萧家这次大发了。贵宾席中，众人禁不住地轻吸了一口凉气，心中喃喃道：一位在1年内连跳5段斗之气的族人，可以想象其前途将会是何种光亮。按着修炼进度，或许说不定几十年后，萧家会出现一个斗皇级别的超级强者。贵宾席上的众人对望了一眼，心头都是不约而同地闪过一道有些骇然的念头。斗皇，只要加玛帝国任何一个小家族出了1名斗皇级别的强者，那这家族不管他本身有何种局限性，其地位也将会立马随之攀升。到时就算是加玛帝国3大家族，也不敢对之采取打压的姿态。毕竟斗皇级别的强者，在这泱泱大帝国之中，也唯有那屈指可数的寥寥2、3位而已。而且每一位都拥有翻天倒海、以一敌万之能，没有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帝国会轻易选择得罪1名斗皇强者。300多年前，当时加玛帝国唯一的斗皇强者，因为邻国发动战争，导致其亲人惨遭池鱼，暴怒之下，单枪匹马屠杀了对方一支精锐的万人铁骑军团。那次屠杀血流成河，赫赫凶名，令得该国举国震撼。自此以后，斗气大陆上的帝国很少再有人选择得罪1名斗皇强者。由此可见，斗皇级别的强者在这片大陆之上究竟有多凶悍。也因此，众人在见到萧炎所表现出来的天赋之后，无不是对萧家感到极度羡忌。高台上的中央处，萧战也是被黑石碑上的金色大字刺得眼睛有些发酸，良久之后，这才缓缓地吐了一口气，将欣慰的目光投向场中的黑山少年，轻笑道：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事，恐怕便是没让爷儿和我这父亲产生隔阂呀。作为萧炎的父亲，萧战非常了解他的性子，他现在依然能够清楚地记得，当年在小时候，自己这出生不久的儿子对自己有多冷漠，那冷冰冰的目光就如同是在注视着陌生人，而不是他的亲生父亲。不过还好，当年的那股冷漠在萧战发自内心的关心与宠爱之下，缓缓地融化。想起小时候小家伙与自己的冷战，萧战嘴角就是一出淡淡的温和笑意。萧族长，萧炎小少爷的修炼天赋真是让人震撼，你们萧家此次恐怕真要出1名了不起的强者了。在萧战身旁，亚飞一双美眸紧紧地盯着场中的黑山少年，红润微气，笑盈盈的道。萧战大笑了2声，脸庞上的得意与兴奋几乎难以遮掩，对着亚飞客气地拱了拱手，似是随意地叹道：亚飞小姐过奖了，这小家伙的修炼天赋总是一惊一乍，你也知道前3年他经历了何种打击，谁也不知道那种变故会不会再次发生，如果再来，亚飞诱人的美眸微弯，妩媚的轻声笑了笑。萧炎的天赋究竟是长久还是昙花一现，他现在并不知道，他唯一能知道的便是现在的萧炎有能够让他看中的潜力，这便足够了。迷人的眼波微微流转，亚飞心中却是已经打定主意，日后与萧家多多来往，尽量交好。高台之下，萧玉微微张着小嘴，俏丽的脸颊有些僵硬，双眼震撼地盯着场中的黑石碑，许久之后，丰满的胸部大幅度地起伏了片刻，他低下头，对着同样满脸震惊的萧宁薄怒道：你不是说他才第7段吗？怎么又升级了？萧宁张了张嘴巴，有些无辜地喃喃道：上月他的确是第7段，这个月他似乎又突破了，1月时间从7段提升至8段，这如何可能？就算那家伙恢复了以往的天赋，
也不可能有如此进展。萧玉竖着柳眉斥道：“一年5段斗之气，该死的小混蛋！这种速度，简直就可以和迦南学院里那妖怪女人相媲美了。”我怎么知道？萧宁愣愣地苦笑道，旋即目光瞟向远处的轩儿，却是见到他正紧紧注视着台上的少年，对于他的目光却是没有半点反应。该死的混蛋！被心仪的女孩如此无视，萧宁心头的嫉妒火焰又是毫无预兆的汹涌而出，抬起头恶狠狠地盯着场中的萧炎，咬牙切齿的模样将那张略微稚嫩的小脸衬托得有些凶狠。